玉峰哥，阿尔巴尼亚出大事了！你看到这一些画面，他们竟然人民上了街头大暴动，燃烧弹、汽油弹，甚至烟火，我就直接炸。我心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政府有这么十恶不赦吗？原来都跟贪污有关。对，你看这个画面哦，如果不告诉你这是阿尔巴尼亚，你会觉得什么？这是乌俄战争啊，乌俄战场啊？难道打到基辅了吗？没有，这是阿尔巴尼亚他们的总理府。好，总理府大门口，你看喽，一开始是抗议呢，拿一些烟灰，拿一些烟火弹丢一丢也就算了。后来呢，发现说政府都不理民众，然后呢就开始自制火炮，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什么这样的状况？就是这个烟火是喷的，你把101给搬过去的概念，这都是民众自制的哦。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火力越来越强大。那为什么民众会这么生气，一定要炮打总理府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独裁政权已经13年了，13年如果民众过了好，经济状况可以，那就大家就算了。就没想到他们的贪腐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总理也听说被 A， 同时你听说有 A 钱，然后呢副总理也 A 钱，你知道吗？副总理被查出来 A 多少钱？1亿欧元，1亿欧元现在的汇率是37，等于他 A 了37亿，民不聊生的情况，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子上下其手，他吃的这么饱，对，吃的非常的油滋滋。好，那重点来了，民众很生气，政府呢有听到了，就弄了一个就是什么 AI 的查贪腐的部长，对，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一张 JPG 档而已，它就是 AI 的，然后呢，帮你做成 Sora 的这些动态影片，告诉你 AI 是不讲人情的，所以呢，有这个 AI 的这个贪腐部长出来之后呢 ，AI 部长会来抓贪腐，然后他有没有查到东西 ？AI 部长查无实证，然后就结案了，所以贪污的人继续贪污，然后呢 ，AI 部长还是每天在电视上面宣传。我告诉你，你不弄个 AI 部长就算了，你弄个 AI 部长假装要查贪腐，民众更火大。好，所以他完完全从头到尾都是打假球啊。对，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阿尔巴尼亚？其实阿尔巴尼亚跟我们台湾有关系哦，你知道吗？在阿尔巴尼亚的首都里面，竟然有一个台湾公园。你看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多么困难，竟然有这个。如此的漂亮，如此的壮观的台湾公园，有一个很大的建筑物，然后还有这个喷水池，甚至呢，你仔细去看哦，它的阳伞都写着大大的 TAIWAN， 台湾上面一颗爱心。你不觉得看到这个真的很棒吗？真的是爱人。阿尔巴尼亚里面有台湾中心，那你就想说，我们处处走到世界各地都处处被人家抵制，那为什么阿尔巴尼亚我们有办法花钱去盖了一个台湾馆呢？这太棒了嘛，对不对？告诉大家更梦幻的一件事情，这还不是我们花钱的。阿尔巴尼亚自己盖的，真的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前跟中共很好，后来呢跟中共不好，因为中共不给他们钱之后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青年公园改成台湾馆，干嘛？恶心中共。那你就要想嘛，这个一天到晚告诉大家台湾中心我爱你，欢迎来到台湾中心，但是它跟台湾真的有关系吗？还真的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系。好。它跟阿尔巴尼亚跟台湾还有中共真的是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以前我们现在大家会知道什么巴铁兄弟，他们第一代的巴铁兄弟就是阿尔巴尼亚，中阿兄弟，对，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共产党是跟着苏联老大哥的，后来呢，这个共产国际有一些路线的分歧，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苏联就讨厌中国，然后呢，在东欧这个地方就有阿尔巴尼亚支持中国，所以两个就是怎么样，buddy。好，重点来了，他们为了把这个阿尔巴尼亚第一代的巴铁兄弟给绑牢，他们对他真的是极度的付出。就像你要追女朋友还没追到的时候，就知道你要什么 iPhone 17我也买，包色我也可以给你。你说中国变成火山孝子一样，对他什么都给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是有这个大饥荒吗？大饥荒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也有饥荒。对，中国好不容易跟加拿大拿到了粮食，拿到了粮食之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船在太平洋上面飘着，快到中国的时候呢，阿尔巴尼亚跟共产党说：“拜托，我们要粮食。”竟然一通电报打过去，船就转向了，就送到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人饿死这么多，都在等饭吃。你知道吗？那批的转到那里了，那批的从加拿大来的小麦，如果可以进到中国自己的境内的话，那可以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但是送到了阿尔巴尼亚，然后后来呢？中国不给他们粮食之后呢，阿尔巴尼亚食髓知味，我们也要搞建设，我们也要现代化，所以呢，要搞什么？搞纺织厂。你知道吗？他们有多离谱？
中国帮他们弄了纺织厂之后呢，他们竟然要求2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意大利原创的机器，中国的不要哦。意大利原厂的机器那个多贵，你要拿好不容易积攒到的美元外汇去买，买了之后呢，那你可以赶快生产，还我们钱了吧？没有哦，我们没有棉花，所以要再拿好不容易积攒的美元外汇去跟埃及买原花，买棉花，然后就给他们生产，弄了半天哦，你这个东西其实名目下来，你都得还的。对，结果呢，你看哦，1966年毛泽东跟阿尔巴尼亚当时的总理这个谢虎直接就告诉大家，我们不打算还，所以呢，他摆明了就是要蹭中国。对，那蹭中国的情况之下的话，中国也不是吃素的。你知道吗？这张照片大家有没有印象？对，我们原本是中华民国，原本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后来有一个提案是什么提案呢？2758号决议，就谁提的？阿尔巴尼亚提的，对，就告诉大家应该要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也是从那一次之后呢，发现他进了联合国，如果当初不是这个可恶的家伙，不是你拿出来、你提出来的话，我们后面的路不会走得这么惨。而现在呢？这2个第一代的巴铁兄弟呢，其实他们也已经撕破脸了，翻脸了。对，所以呢，历史不会重复，但是会有相同的诅咒。因为我们刚刚讲完中国之后，发现中国真的是乱撒钱，搞了一大堆的东西。你看到哦，今天有媒体报道，免费的豪车礼车让人难以拒绝，汽车外交如何助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博弈？他今天卫报报了一个是，中国竟然是送这种豪华礼车、红旗车，红旗车之后。他就是这样子去搞外交的吗？不是，重点是说这台红旗车送到哪里去，你知道吗？送到斐济啊，太平洋岛国上面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在斐济的总统的官邸，竟然发现到这一辆这个闪闪发亮的中国红旗哦，而且这一辆红旗基本上它的造价基本上现在是什么？是718万人民币起跳哦。非常贵，你知道吗？而这一个红旗刚好就是什么？习近平在阅兵典礼的时候常常做的那个红旗。但是呢，这个红旗是习近平出访的时候，他们会有打造这种所谓的豪华式，就像那个川普不是有野兽吗？他们到海外去访问的时候，那这一个豪华车就送给了这个斐济的总统。但是呢，很好笑的事情是，斐济的总统没有实权。斐济的真正的实权是在总理身上，不在总统身上。送错人了。对，送错人没有错，那没有关系，送错人就没有关系。问题是总统也是出来说啊，我们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啊，然后我们不会跟台湾发展关系啊，等等之类的。但问题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车在那边用得了吗？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在那个斐济那边来讲的话，他们车子大概3-5年左右都要报销了。为什么要报销？因为海水盐分太重了，你知道吗？那个根本没办法，只要是铁做的东西，基本上来讲，过没几年大概就要发生状况了。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在斐济弄一个什么红旗保修厂，让这个所谓这个车子要保修，红旗送去3-5年，可能就要居了。不过最近来讲，中国一直在送车，因为可能他们制造车的人蛮便宜的，所以都一直在送太平洋岛国车子哦。比如说，他们也送2018年送这个小型巴士哦，给政府用哦。然后另外2020年的时候送47台的军用卡车，为什么呢？因为斐济有部队，他大概有将近800个士兵哦，所以呢，他就把送这个东西给他们。不过你知道，斐济的士兵是赚钱用的，他不是打仗用的，因为斐济的士兵他们常去参加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哦，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有这个外汇收入的哦，所以不是来打仗的。那这时候呢，我们的2019年被拉走的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它同样的中国也送他很多车子，但是他送什么车吗？不是红旗哦，送垃圾车。垃圾车，垃圾车中了大概20多部的这个以上的垃圾，200个垃圾桶，然后呢有送这个所谓的压缩式的垃圾车。他也太爱送车了吧？对，真的是垃圾车。是啊，而且上面还写什么 China Aid， 这是我送的，中国援助啊，所以他要大街小巷的到处走，说啊，告诉我说我们中国送钱过来的意思哦。但是为什么送垃圾车呢？但是有没有注意到，它垃圾桶呢是用塑胶做的？对，因为以前我们也送过垃圾车给所罗门群岛，但是呢，我们因为送的桶子，我刚刚提到了，送的是铁桶，后来他们要求说，你不可以送塑胶桶，因为铁桶他们都生锈，对，所以呢，最后来讲的话，这个中国的确是有学到一些教训的。不过你可以看到，因为所罗门群岛它曾经也办过这个所谓的 PIF 就是高峰会议了，
所以呢，中国也送他一些相关的座车，比如说27辆的长城汽车坦克500豪华的油电 SUV 车，然后作为这个接待的。另外还有这个什么防爆车，这个为什么有防爆车？是因为所罗门群岛常常发生暴动，所以也有所谓的这个防爆水炮车哦。然后另外还有这个越野车跟30辆的警用机车，所以到处在送东西啊。但是你知道以为送东西就有用吗？我们就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在非洲的这些国家的例子哦，比如说马拉维、塞西尔还有赞比亚。他们这些国家来讲，的确，中国过往都用这种中国援助的外交来提供相关资金，但是后来呢，在2020年以后，大概都在这个时间点以后呢，很多这些国家都发现到说，这些民众都觉醒了。什么觉醒？你送给我也不是送到我家里去啊，你送到政治人物家里去。刚刚不是说那一台红旗车就送到这个总统家吗？所以他们202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马拉维呢，他们就开始采取这个变革他们的领导人，然后塞西尔他们同样的2026年的时候也选出另外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是亲西方的。所以今天不管是马拉维或是塞西尔政党轮替之后，马上跟中国断开，马上脱钩。比如说像尚比亚这一位总统，他在2021年大选的时候。这一个西奇莱马，他击败了跟中国关系非常好的所谓的伦古这一份总统那他本身来讲就开始采取亲西方的这个道路，所以你看到右边的 Rubio 跟这个尚比亚的总统就开始展开这种绵密的外交手腕了，所以这个美国的势力已经逐步的打进了这个尚比亚这个地方，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尚比亚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矿场然后另外呢，这个 Rubio 也承诺20亿的美元的无偿援助款来给这个尚比亚，所以中美之间的这个外交竞合也在这里发生了。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尚比亚在2021年以前呢，拿到了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援助项目也非常多，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国际会议中心，这个会议中心在很大很漂亮对，但是斑马还在旁边，你知道吗？对，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是非洲草原的地方，你在草原的中间再盖一个国际会议中心，当然斑马可能就会来开会但是问题是，中美外交的战争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国还是不断的在送这些这个自己送车子啊，送什么这个建筑物啊，但是呢，中国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之下，还要送这些东西，显然他们以为说这个东西就可以收揽民心，但事实上可能是相反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